这段时间一直在研究 Python， 刚接触 Python， 有很多东西都不了解。和 ChatGPT 聊下来以后呢，慢慢发现自己学习的一个方向，我们批量来维护我们的 VPS， 做了一些小的 Python 脚本，可以在 Windows 上运行，也可以在 Linux 上运行，非常方便，一键运行就可以满足大家各种事情。而且今天呢，我会跟大家着重去讲每个脚本代码层面上的设定，跟大家一起学习 Python 该如何使用，如何制作自己自定义的 Python 脚本。这个呢是我的 GitHub 仓库，大家可以去访问这个网址，然后通过这个绿的，然后把整个仓库内的所有脚本打包下载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仓库里都有哪些内容。未来也会不断的去更新这种小脚本，方便大家。首先是一键上传目录及文件到所有的 VPS，我有一些东西要分发到我所有的 VPS 里，那我就可以用这个脚本。那我们还有一键清理所有 VPS， 然后这个呢部署 Docker 和 Docker Compose， 一键所有的 VPS 都可以安装，会成为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典型，跟大家分享。这个可以衍生出很多种，不一定安装 Docker 了，有可能安装你想安装的任何的都是可以使用的。之前我分享过 VPS 赚钱里头有一个出售流量赚钱，那大家可以在这个里头配置好，一键安装到所有的 VPS 上。好，在下面呢就是一键更新，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常用的。还有就是我们常用的 VPS 测速，它就能测出你服务器到你本机的一个下载速度、上传速度，是查看 VPS 的占用情况以及各项参数信息、版本号之类的。需要在你的 Windows 上安装 Python 的环境。怎么安装？我们点击 Python 官方网站，进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个 Downloads， 然后这边我们有一个 Python， 我们点击下载就可以了。Python 的环境包体是非常小的，安装也是非常迅速的。那下载好以后呢，我们双击运行它，点击第一个，它就开始自动安装了。Python 环境呢，在 Windows 上不是自带的，但是在 Linux 上自带的。我们现在是在虚拟机上安装远程的 Windows VPS。好，这样的就已经安装完成了。我们点击这个，找到 Python 安装的目录 ，C 盘进去，用户 admin， 这个呢，大家根据自己的用户名来进入。这里有一个隐藏文件，就是应用数据，然后第一个 program 点进去 Python OK， 这就是 Python 安装的目录。那我们到这里来做什么呢？我们需要把 C 冒号后面的东西全部复制。有什么用？我们要在开始菜单，我们需要打开 cmd 命令提示符，这时候我们敲 cd 空格，从这个层面上到达我们的 Python 目录。我们需要在这个 Python 目录下安装一些依赖。首先我们要更新一下 Python 的软件包索引，只有在这个状态下才会生效。其次我们要安装一个关于连接 SSH 的空间和一个速度测试的空间，这两个空间都要安装一下。同样右键进来回车，这样的话我们的依赖控件就已经安装完成了。这是我们运行脚本的一个基础。我们从科技烂的 GitHub 上下载的这个压缩包解压以后，双击进去，我们先从更新系统这个命令开始看。大家如果有自己的文本编辑器，比方说 VS Code， 甚至包括你的记事本也是可以的。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配置服务器的参数，为这个服务器配置一个名称，我们到时候运行脚本的时候会显示出来，就是告知我们当前正在操作哪一台服务器。那这块是你的 IP 地址，这个22是你 SSH 连接的端口号， root 用户名，这个是我们 root 用户的密码。如果你觉得这3个服务器不够，你有很多服务器，你有很多 VPS， OK， 你可以再加，你可以加很多台。在这里面的每一台服务器我都会进行连接去使用。最上面的这个表明我要
用到哪个库啊？我们用到刚才我们装依赖装的这个 KO 的这个库。好，我们还是在 VS Code 里头看的比较清晰，因为它颜色划分都比较到位。上面是我们的服务器，刚才我讲过了，这3行代表用 SSH 的方式连接服务器，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装的那个库的组件。这行呢是说我们要 update 我们当前的系统，然后我们要 full upgrade 更新我们的系统组件，并且删除无关的组件。那我们发现我们的 upgrade 前面有一个变量调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在自动化安装的时候，有一些需要我们手动操作的面板界面，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去规避掉，这个很关键，我也找了很长时间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自动化不同环境下不同情况的处理。这个是代表打印，打印什么呢？打印这个文本。前面的这个 F 呢，就代表我们这个文本里头要有参数传进来。这个 name 呢，如果你当前操作的是美国，传进来的就是美国，美国开始更新，就是这个意思。下面这3行是在做什么呢？是将你服务器当前实时传的信息同步到你当前的控制台终端上。我当前运行 Python 的环境是在 Windows 上，它就会同步到你的 Windows 上。下面的这个参数就是返回一个状态码。什么是状态码？远程的服务器更新完成了，那它就会传一个状态码过来，更新成功。那如果传过来的是更新失败，那它就会走这个。这3个环节操作结束以后呢，我们就要关闭我们的 SSH， 并且打印一个回车，就让它看着更美观一点。它如果断开连接了，或者说连接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失败了，那它同样会打印连接美国失败，并且回车一下。那在下面呢，就是便利所有的服务器。如果你上面配了10台服务器，便利的意思就是循环啊，我一个服务器结束以后，看看是不是列表里还有剩下的服务器，下一台服务器继续执行这项的命令，直到这个列表里的所有服务器都执行完毕。全部执行完毕以后就走到这块了，表明等待并打印。等待的意思，我窗口不会自动关闭，如果我没有它的话，我的窗口就会自动关闭了，可能有一些状态你也就看不到了。那如何去管理我们的这个列表呢？教大家一个方法，我只想更新上面的，那你可以 Ctrl K Ctrl C 把你选中的注释掉。那如果你又想开放回来，那我们就是 Ctrl K Ctrl U 它就回来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快捷操作，是针对 VS Code 操作的一个方式。我建议大家都用 VS Code， 因为它的库啊，包括它的使用场景是非常全的。这就是这个脚本的全部内容。我们从简单的开始理解，那我们接下来再理解安装 Docker 的这个 Python 就比较好理解了。同理，上面是配置你的服务器，使用一个自定义的操作，并且这个函数内部连接 VPS， 我们update 了，安装了一些必要的组件，这个大家都能看懂。如果你不是乌班图 Debian， 那你就可以改成你自己的，比方说我们的红帽系列的 CentOS， 那你可以改成对应的命令。同理，这边会打印 VPS 实时出现的数据。在下面呢，就是完成的一个监测状态，逻辑都是一样的，这是一组。大家看懂了吧？首先安装 Docker， 然后打印 Docker 的信息， Docker 装好没装好，给我一个反馈。Compose 也是一样的，需要执行这个命令，然后打印实时数据，给我一个成功失败的反馈，是 Compose 的版本。它不需要给我再返回状态了，我也不需要它给我返回状态，所以我这边就直接2个回车搞定。最终完成了3步以后，我就开始关闭我们的 SSH。 好，下面依然是便利，在下面呢就是等待。相信大家这2个脚本看完以后呢，连接多个 VPS 的方式方法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接着再看一个不太一样的，每个都是输入完命令以后打印，他们都在做什么呢？比方说我要了解它的一个版本号，了解 Linux 内核， CPU 的框架， CPU 的核心数，这些都是通过命令传进去，最后输出到这个格式，最终输出的值，这个是你的服务器名称 name， 比方说美国的服务器当前信息，这样的就给你罗列出来了。断掉 SSH， 便利所有。那只有中间这一部分形式上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原理
是相同的，就是我输入命令，然后传给我一些信息，不用一台机器手动连接 VPS 了，通过这一个脚本就可以搞定我们所有想看到的信息。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上传文件，它是用的 SFTP 安全协议上传，所以在效率上呢可能会有一些慢。那我们简单讲一下，首先依然配置多个服务器，那唯一不同的是我要传在这个服务器的哪个目录下，我们指定它在 Home 的这个目录下，然后我们需要配置我们本机要上传的路径，然后我们用这几行命令就开始连接到我们的云服务器上。下面的这一串，我当前这个服务器上如果没有这个文件目录结构，那它就给我先创建，把文件目录结构先创建好，跟我们本地的文件结构相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上传。那上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呢？上传这边呢，它发现如果是服务器上已经有的文件，它就直接跳过了，服务器上没有的话，它就上传，断开 SFTP， 断开 SSH 连接。如果一个服务器传完了，是不是还有下一个服务器？如果有下一个服务器，我再连接，然后再传。那大体上我们对这些脚本的运作原理，包括它的代码编写都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我们接下来配置好服务器、IP 地址、用户名、用户密码，我们就来测试一下。那如果大家发现自己双机以后进入到了编辑模式，直接这样的运行，那你下一次在双机的时候，它就用你刚才的这个格式，这时候已经正常的连接，然后这些都是它打印出来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然后这边呢就是更新完成。好，这就是第二台服务器，第三台服务器，所以这会不会太方便了？因为我们不需要一台机器连接到 VPS 上，我们就可以自动化的安装啊，你可以这时候睡觉了，或者说是做一些别的事情，让它完全自动化对你所有的 VPS 进行部署。全部更新完以后呢，它停在这边了，任意键退出。我们再看一下安装 Docker， 它已经连上了，先 update 安装 Docker， 再进行下载 Docker。 如果你之前的 VPS 已经安装过 Docker， 这个脚本依然适配，依然适用，并且它能达到更新的效果，就是说你的 Docker 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 OK， 它可以帮你更新到最新的版本。那我们目前最新的版本是23年的第5号版本。装完以后它会把信息打印出来，并且它告诉你接下来我要去装 Docker Compose。这边有个小细节呢，之前我的命令都是 CURL 来下载对应的安装程序的，但是在自动化脚本里我必须要使用 wget 这种方式去下载安装程序，因为 CURL 不稳定，它动不动就会失败，这也是我之前踩过的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我下载 Docker 的时候使用的 wget， 下载 Compose也同样使用 wget， 因为 wget 断点续传也比较稳定，但是它的速度没有 CURL 快。 Docker Compose 是比较慢的一个环节，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你挂着就好了，可以干其他事情了，它最终每台机器帮你刷一遍，更新一遍也好，安装一遍也好。 OK， 我们再看一下资源占用以及信息的脚本。首先你当前的这台 Windows 呢，一定要正常的能够连接到你的 VPS， 相关的这些信息才能拉取下来，否则的话很有可能就连接失败。好，这边呢像版本号、内核版本号，还有 CPU 的框架、CPU 当前的一个占比、CPU 的核心数，还有它的内存、硬盘等等我们想关心的这些数据，它都会罗列出来，非常方便。然后我们再测一下速度。这延迟怎么定义呢？这个延迟我给大家看一下。 OK， 我们把 Python 脚本打开，它这边跟我们刚才还不太一样，它这边是装了一个测速工具，然后我们就开始输出数据。这边你可以改成你自己本机的 IP， 因为这个它不太好获取，所以我们就用比较原始的方法，就是配置的方法。然后像下载速度、上传速度呢，就是可以正常的去生成。它又做了一个操作，就是把这个测速工具从你的 VPS 当中卸载掉啊，保持纯净，就是每一次我都会安装，
用完了我就卸载。好，最后呢，我们来到 Linux 上来分享 Python 如何运行。Linux 上呢 Python 它是提前装好的，我们只需要查看一下版本号，来看一下它当前的版本。OK， 它的版本也是比较新的 3.11.2。好，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同样安装依赖，右键回车，我们选择 Y。 好，它就已经安装完成了。我们创建一个 Python 文件，创建的 Python 文件呢是空的，随后我们把这个 Python 文件里的所有内容复制一下这个都是我已经配置好的，上面的服务器我已经都配置好了，然后右键进来。好，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改了， Ctrl X Y 回车保存就好了。通过这种方式创建的文件都会存放在 root 目录下。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hello， 通过这个命令我们来运行一下 hello.py 就是 Python 3 hello.py 粘贴进来回车，它就开始执行更新命令了。就在 Linux 上同样也是非常快速方便的对所有的 VPS 进行脚本的控制。OK， 这时候结束了，我们按任意键它就回到输入的状态。好了，这就是我今天全部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了我刚学的 Python， 为大家创造了一些好玩的小脚本，一键管理你所有的 VPS， 安装也好，查看信息也好，上传文件也好，无人看管，自动执行。往后呢还会更新一些更加有意思的 Python 脚本，也会学一些 Python 方向不同的用途的 Python 自动化机器人。那我们继续学习，继续成长吧。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